哦，太有感觉了，再来一次。大牙克隆。吃饭做小孩那桌。2700，再来一个2700。霸气外露。来吧，新玩具，大亚克隆史上最贵产品，价值5400块钱的这一套大基地，我们今天终于来拍了。标配的纸品依旧是说明书、设定册子，还有磁吸贴，2个巨大的肩炮，合体的大头也可以作为炮台的形式。哇，这颗头就有这么大。以及整盒的配件。这回的小队一共6名成员，2个裸头，2个露脸，2个戴头盔，其中还有一个是妹子啊。脚底也都有强力磁铁可以吸在身上，而且小人的可动关节非常的好啊，也是大亚克隆优秀的素质。一辆全员搭乘的运输车，6个座位都可以把小人放进去。下边有滚轮，这架小飞艇可以搭乘2个驾驶员。同时，2机可以插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型的8人运输船，还能飞呢 ，star。另外，我们还可以掏出下半盘的这个钻探机，履带折叠起来，把侧面的这一边打开，前后的2个扣子跟这里连接，就形成了这样的载具。2个突破天际的钻头，还是挺帅的啊！地上可以跑，有滚轮。天上可以飞，带有螺旋桨，当然这个动力就属于力大专飞的那种，还可以在地底行动。自起降的小型飞机，这下边有喷口啊，驾驶舱盖上，然后把这个炮往前拧一下，咻。另一侧还有一个直升飞机，不过这个螺旋桨的轴有一些紧。飞回来，降落，插在这个地台上，然后滑道推到后面，翅膀收纳折叠，升起格纳库，滑道推过去，将小飞机收纳进舱室，推进去，咔嚓。同样，直升飞机降落以后，我们把螺旋桨收起来。尾翼从中间1分2打开，折叠，插上，插在这里，收进格纳库。大飞船取出后，升起尾翼，前方的驾驶舱盖打开，整个可以把顶子掀起来。然后顺着这里有2个锁，拔开，就可以完全的把顶盖卸掉。墙壁上有非常精彩的刻画，透明零件上面已经描绘了一些非常细小的印刷效果，而里边还有一些机械的内构。这种科技感满满的指挥中心，效果是真的不错。同时，这些护栏其实是可以拔除的，也可以插上操作人员的座位。通讯员位置的座椅比较薄，我们可以插在前方这里。同时，舰长位置这里还有个小细节，在前方这里有一个转盘，拨动这里，舰长的座位就会下降，然后升起一个瞄准的面板。主炮进行攻击的时候，自然是要舰长按下瞄准的发射按钮。这个设定就蛮带感的。我很喜欢这就是大亚克隆身上让人着迷的这些小机关，太帅了。指挥中心后面这里还有一个小电梯，旋转旁边的拨盘，就可以把小人送下去了。里边是有一根机械臂来回联动的。电梯滑下来以后，也是可以直达地面，小人就可以从这里开始行动了。飞船尾部的格纳库从这里打开，滑道拉出。一个斜坡下来，可以装载自己的运输船。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细节特别说明一下，其实看它格纳库里边的墙壁，这一块塑料的面板明显就是左右合上去的，它其实并不是门，只是2个零件扣合在一起形成的墙壁，但它也做成了那种曲线的巨牙设计。
来像是一个电动门会左右展开的样子。哦，这就是细节呀！顶部透明零件的天窗也可以直接透过光来展现里边的一些细节。哇，好看！尾部巨大的引擎刻画也是非常丰富的，每一个喷口里边也有一圈一圈的螺旋纹。手臂后方这里巨大发动机，丰富的细节刻画，引擎轰鸣的感觉。哇，这个东西的推力十足。就连上方这里细小的网格雕琢的都是非常精美的。这一侧在展开的时候，里边有一个真实的液压活动，相当于展开了一个机翼，但是这么粗的一根。前方尖头双层的巨大涡轮，哇，也是用橙色和金色的金属漆刻画出来的效果，真的漂亮。唯一可惜就是它不能动啊，只是一个造型的刻画。不愧是 TT 最强工艺的天花板，这些做工、这些细节勾勒太精美了。然后我们开始装大头，顺着下方的滑槽，整个把大头推到后方去。驾驶室的舱盖回归。扣下来之后，再用前方的这一块进行锁定。掏出这架小飞机，机翼折叠起来，顺着后方的2个凹洞，卡在大脑袋的后面。头顶的主炮我们旋转到前方来，拿出这2根巨大的炮管，顺着下方的 T 字滑槽扣进去，往后推进行锁定。手臂的齿轮关节往开掰，把这2块90度放下来，同时根部这里有一个滑道，往后推，顺着这里的扣子进行锁定。再次调整肩关节，往下掰2齿，这地方的扣子再进行2次的加固。前方这里边的盖子左右抠开，插上去，再进行左右的锁定，2次咬合。这艘力大专飞的空天母舰就合体完成了，尺寸还是非常夸张的，挺好看的。尺寸非常巨大的一艘飞船，拿起来的分量十足啊！怪不得它要分2盒售卖呢。翼展全部打开后，来到了64公分左右，机身长度在34公分。最关键的是，大亚克隆系列的工艺摆在那里啊，这个东西一看就像值这么多钱的玩意儿。然后我们和母舰来进行对接，首先把起落架左右掰开，在船底这里有弹簧的锁扣。通过这些锁扣进行扣合，然后用起落架当扣眼儿把这里锁上，翅膀上的液压回收。其实整体来看的这个效果吧，上半盘就感觉过于巨大了，不过摆在这里还是很霸气的。而且这种高的炮楼，我确定了，这个确实是日本人设计的舰体，因为在2战时候，不论航母还是战列舰，他们上面都有这种高耸的违章建筑，很有精神。然后尴尬的来了，当你把下半身变成双腿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上半盘过于的重，确实这胯部和膝盖的齿轮关节承受的力度非常大，而且非常危险，容易翻车掉。所以这一回在上半身里边会带这么多的加强筋。首先是胯部这里，把这一块插进去，让这一块基本上就锁死了。所以这块锁定之后，基本上是没有后踢关节的，这块全部卡死。前踢倒是不会影响，侧踢也没什么关系。主要是担心它后仰把这块撑住。然后是膝盖这里，虽然双关节的齿轮啊掰起来还是咯嘣咯嘣的，但是上半身太重的重量导致了这块的压力非常的大。我们把它插进去咬合，但这就完全锁死了可动。这相当于什么？官方给自己做的配件包，但是完全锁死了之后，可动也就锁死了，这个太尴尬了。你是支撑起来没问题了，但是膝盖完全没有了可动。这一块在扣合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它上下2个头是不一样的。注意看，厚一点的支撑在上方，薄一点的支撑在下方。里边有一个无损的咬扣，插进去就好。膝盖这一块不仅后边要锁死，前边这里还要打开，掏出这个零件再垫在里边进行夹合。
咬住。这样一个前后抱死的锁定，就把这2节齿轮关节全部锁在一起了。这膝盖完全没有可动，所以就算塔克拉托米的大亚克隆系列再牛逼的工艺，也是对抗不了重力因素的。只能说把2条腿的关节全部的卡死以后，来支撑它的一个稳定性啊，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吧。来到上半身的变形，打开锁扣，拆下机头，把这里盖上，手臂这里卡扣拆开，齿轮关节胳膊肘立过来，然后打开后方这里的一个扣子，旋转，肩膀立好，放下来，背包巨炮90度往下旋转，扣合，小翅膀折过来，手臂翻出，打开，蓝色盖子无损咬合，从里边整体的180度旋转。头部变形我们必须得有仪式感，旋转180度，然后拆下后边这个小飞机，顺着下方的凹槽把它滑到后方去，主炮往前翻折，然后通过下方的滑槽往前推。在脑袋后方有一个盖板，根部是弹簧连接，抠住这片弹簧往起立，里边的脸会自动的往前顶，它有一个连续的变形活动，同时把脸转出来。从正面再来看一次，打开耳朵两边的雷达，大亚克隆，哦，太有感觉了！再来一次，大亚克隆。吃饭做小孩那桌，这颗头，这个通透感相当的不错。我没有开眼灯，只是上面稍微给了一个光，这个才是透明零件做眼睛的一个正确用法。看这个入光率有多好！哇，大亚克隆系列是完全不需要装电池就可以玩出来电动玩具的一些快感，比如说它的一些机械传动零件，比如说它即使是不加灯光，这种透光率太帅了。后脑位置侧面还有波动的小机关，此时你波动的话，就会直接自动戴上眼罩。哦，一键联动的眼罩，真香！哎呀，大亚克隆系列真的是那种你必须亲手玩才能享受它魅力的感觉。小的机关啦，还有这种格纳库的延展开的方式，真的是在这一套大基地上面展现的淋漓尽致。不论是下半身各种舱门的打开，上半身各种噱头的点缀，精彩。透明零件的嵌入啊，展现出来的效果非常好。同时在人形状态下，胸口这一块你还可以把窗户这样打开。哇！哇！这是啥？这才是男人的减速带呀！爽！来看一下它的可动表现，头部左右旋转360度，完全没有问题，并且抬头有一个独立的关节设计，肩膀齿轮关节非常给劲啊，胳膊平举，齿轮关节没有压力，撑得很稳。二头肌齿轮关节可以来回旋转，胳膊肘屈臂一段关节也可以折到大于90度。手腕这里还设计了棘轮，方便它每一个角度的定位。同时，这么大的尺寸，自然是要做全指可动手了。食指和小指可以进行外扩，上下这里还有2个弹簧扣子，捏着它，手臂就可以拔出了。所以这样的设定，你甚至可以玩魔神飞船，哇！扣合回去也是这种无损的弹簧夹合，非常舒适。腰部这里的齿轮关节左右可以旋转，定位效果还行，也是因为后边的这些支撑的新的零件加上去以后啊，让它的稳定性增强了，但是腿部的这个尴尬的可动啊，就完全锁死掉了。此外，这一套大亚克隆系列最精彩的设计啊，第一个点自然是那颗头了，第二个点，完全变形出来的武器。首先，小臂后方，也就是机翼旋转开带有液压的那一块，可以往前折，折叠成袖炮。哎呀，刺客信条！打开这个胳膊，收纳它的拳头，盖上，然后翻到背后，
打开这一片尾翼，背炮我们先往后折叠一下，挪开肩膀的活动关节，变成这样的形式，胳膊呈现一个90度的曲臂伸向后边的背包，再把这一块折叠回来，通过滑道推上去，和下方这里的咬合挂住，前方这里的锁扣再进行锁定，跟这个边缘完全咬死以后，就可以顺着把它掏出来。炮管180度翻折过来，有一个弹簧钩子把它咬住。小臂的左右有一个浅灰色的销钉，把它打开，相当于一个保险装置。滑道拉长，旋转90度，再滑槽推进去。这里边又出现了2个扣子，用这个保险锁再把它完全的扣合。这种感觉是什么？这就是巨大的机器人真实系机甲的那种设计感。可能很多女生感受不到这种让人血脉喷张、心情澎湃的感觉啊，但是男人们懂的都懂。能让男人走不动道的，除了那些大长腿的身材特别棒的妹子之外，还有这些联动的机械构造也会让他心驰神往的。再来看一个很帅的东西，在巨大的臂炮下方这里有一个波动的开关，我们往前推它，哇吼！哇，一键推出，太帅了！这一炮发射出去以后，这些散热孔唰冒出蒸汽，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有多带劲。不仅如此啊，我们刚才说了，在眼睛上面这一次大亚克隆良好的吸光率，往前一推，整个的散热片炸开，中间的透明芯儿吸了光以后传递到炮口的位置，它没有电池，它纯粹是光的传导，来实现出来这个炮口点亮。非常恐怖的一个尺寸，最终完成合体后，到炮顶最高距离来到了62公分，超级夸张，超级好玩，超级帅气的这套大亚克隆大基地。总结一下吧，这套产品可以说是喜欢机甲的男生们的梦中情机了。如果是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我真的建议大家都收藏一套，真的太棒了。许多身上的一些联动机构是让你非常着迷的，再加上巨大的尺寸、身上联动的玩法、各种小僚机的互动形式，以及最后完成合体后霸气站在那里的一种气场氛围感，这是许多小玩具比拟不了的。大基地就应该有大基地的样子，当然你还要有足够的空间去收纳它。称赞了这么多啊，溢美之词在网上边已经遍布了，所以我们冷静下来，还是来说说这套产品不好的点。首先，下半盘为了稳定性增加了6个加强筋的部件，然后可动关节锁死了50%到60%，这个是得不偿失的。归根结底，还是如今的产品技术并不能对抗地球的重力，这些关节你再做的紧实了，其实也就没法玩了。而上半身超重的重量压在了下半身之上的时候，也必须有一个强的力去支撑它。所以考虑到你最终还是需要玩的，你可以把它拆掉，进行一些造型的互动，而放在那里人形摆放的时候，有一个加强筋支撑在那里，也会让玩具更加的稳固，不至于摔下来。第二个点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如今这些官方遗产了、围城3部曲这些产品的整体美型风格的影响，你们会不会觉得官方现在这些设计师不论在做什么都会出现腿短的现象？甚至于到了大亚克隆的产品里边，如果我们单看上半身这个身材比例、壮硕感，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非常的漂亮。单看下半身大腿、小腿之间的比例以及大脚丫子的这种感觉，作为一个机械人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之后，你就会感觉比例失衡了，上半身明显做大，下半身腿短了，又短又细的样子，好像一个大猩猩似的。再加上臂炮延展出来，本身就加长了手臂的部分，让这种比例的失衡感更加的严重。脑袋也会显得很大，头部造型因为有2根粗壮的大炮以及头盔宽硕的感觉，和耳朵两边的雷达，又显得脑袋整个的增加了一个尺寸。其实这一款的脸并不大，只是它的头盔比较宽，所以显得上半身无比壮硕，脑袋无比的大，腿又细又短，这就导致了这一款乍一眼看上去丰富的细节非常的帅，
但仔细的话，你会显得比例特别的怪异。所以这是这一套非常纠结的一个点。千万不要洗啊！以上就是我觉得这一套产品的2个致命伤吧。除此之外，真的挑不出太多的毛病。做工用料、产品素质，这个在大亚克隆这4个字放在这里的时候，你就是可以完全相信的。虽然说这一次的水口比较大，有一些明显的剪切痕迹，但算是切的比较干净的。涂装工艺一如既往的精美。齿轮关节的定位感也很好，并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虚位，所以做工这一块是完全可以信得过的。总的来说，这一套大亚克隆的产品，目前的市面价值在5000到6000块的一个价格区间，看你在什么时候预定的。反正我个人来说还是比较推荐的。毛病是有，但无法掩盖这一套产品是目前官方的最强产品，没有之一。就算把所有的变形金刚产品都算在内的话，这一套也是 TT 社最能打的产品。所以2024的年度产品肯定有它一席之位。那么得嘞，这一套大亚克隆的大吉利就是这样了。唯一的玩后感受就是累呀。